这场大战是为了战争而存在的战争，将大规模战争缩小成12年一次，每次12人的大战。这场所谓的代理战争决定着世界的命运。参加大战的12位战士都是各个国家赌桌上的筹码，代表们通过压住胜者来改写地图，分配世界。目前参加大战的12位成员已经死了4个，现在居首位的是持有3块宝石的牛，第2位是持有2块宝石的兔子和龙，剩下的鼠、虎、马和羊都只有自己体内的1块。围坐在圆桌前的代表们纷纷议论，都觉得牛的胜算是最高的，最终很大机会活下来的只有牛、兔子和猴。说起能力挽狂澜的选手，有人提出了羊。那个老头是第9届12大战的优胜者，也是这届唯一参加过大战的选手。当年他能夺冠也完全是爆冷，虽然早过了全盛期，但也绝不能无视对方的存在。好戏开场，究竟谁才是最后的胜者？杨老爷子躲在玩具店里思考着接下来的策略。牛、兔子和猴是一流选手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首先要避开和他们的正面交锋，或者想办法促成3人相互残杀后坐收渔翁。他确实曾在之前的大战中胜出，但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针对这场大战的排名，他绝对是倒数的。毕竟年轻可是强大的资本。他年轻的时候是一名武器商人，游走于世界各国贩卖武器，参加战争，走遍了多个横尸遍野、血流成河的战场之后，他以善战远近闻名。最后，他被生意伙伴10家相中当了赘婿，并代表杨参加了第9届12大战，将敌人关于太空战后一举消灭，成为了大赛的冠军。作为胜者许下愿望，见到了自己的亲孙女儿。本以为生于战场的自己也会死于战场，没想到下半生能和孙女一起过上普通人的生活。他已经享尽天伦，再无遗憾。为了不让孙女背负重任，他代替孙女参加了第12届12大战。获胜的关键是利用自己多出的经验和智慧，缩短自己和前排选手们的差距。杨从怀里掏出了原本该吞进肚子里的宝石，在主办方让他们吞宝石的时候，他就察觉出了不对，所以假借吞咽的动作，将剧毒的宝石藏进了胡子里。他对于外界已经又死了3个选手的事毫不知情，凭借他对其他人的理解，排定好排名后，杨决定和其他人玩心理战术。面对被毒死的心理压力，无论多么强大的战士，内心都会产生混乱，而他恰巧可以利用这一点进行突破。而就在杨思考的这段时间，牛已经朝着他的所在地走来。牛几刀切碎大门，房间内空无一人，炸弹装置被启动，瞬间引爆了整栋大楼。杨早就在被牛发现之前逃之夭夭了。浑身是伤的马从地下倒出来，和牛相遇的时候，他凭借自己高强的防御，才勉强拦下牛的恐怖攻势。自知自己绝对赢不了牛，于是趁牛一刀轰穿墙壁之时，赶紧逃离了现场。此时的猴子和兔子2拨人马仍在对峙，鼠引开了无头的蛇，留下猴子和兔子对打。猴子虽然厉害，但却没有杀人的意图。直到现在，还希望兔子能够加入他的和平联盟，但兔子就像痴呆了一样，边发呆边攻击，搞得猴子莫名其妙，只能边躲避边继续劝说他有办法能拯救所有人，只要他放下武器就能赢得比赛，实现自己唯一的愿望。兔子似乎被说动了，停下攻击。而就在此时，大量的鸟尸群从地下道飞出，冲向猴子，密密麻麻的攻击。猴子疲于对付，兔子假意对他的提议有兴趣，原来只是在等附近的援兵而已。杨找了个僻静的实验室，继续他的计划。他所拥有的能力是运用隧道效应穿透任何物体，提出帮其他选手取出体内的宝石也不会惹人怀疑。当然，他也知道其他选手不会这么轻易让他拿到宝石，但至少会将其作为保底的手段留到最后。这样一来，他就能组织一个占有优势的团体。一番思量之后，杨选中了马作为自己的长期队友。一旦时机成熟，他再用自己亲手制作的投掷手榴弹葬送最难对付的牛。他原本计划在比赛刚开始之前就一次性炸死所有人的，但却因为楼层坍塌被迫终止了。距离12大战已经过去了3个小时，他也该行动起来了。蛇一路追着鼠来到一栋大楼，明明对方的没头了，却还能紧追不舍。不过鼠很快就意识到，对方靠的不是看，而是热感应，只要他稍微移动，就会遭到喷火攻击，搞得鼠只能一个劲儿的逃窜。下山的羊希望自己能碰上排名中间一点的选手，他笃定鼠和虎都比自己弱得多，甚至没有对付的必要。而正想着，他就遇上了心中排名最后的虎妹，对方正抱着一堆酒瓶醉倒在公园的长椅上。
上，看上去没有丝毫的威胁性。而就在羊掏出炸弹准备将其解决之时，虎妹却突然开口，她早就发现了羊的所在。见偷袭暴露，羊也丝毫不慌地走了出来。他对虎妹这种身材瘦小、脑子又不好使的人心中轻蔑，而且对方还处在看人都重瘾的烂醉状态，嚷嚷着自己绝对不会喝醉的胡话。即使摆出了相对具有威胁性的姿势，羊也只觉得厌烦。他握紧手里的炸弹，决定速战速决，直到虎妹报出自己的醉杀名号之时，才察觉出不对。但是已经晚了，对方伸出利爪，如一阵风一样将他秒杀的彻底。虎妹坐在羊的尸体旁哈哈大笑，他耍的可是醉拳，酒喝越多越厉害。周密计划了整整1年，最后却潦草地死在认为的最弱小之人手中。中了炸弹陷阱的牛毫发无伤，并立刻推断出伏击他的选手就是羊，顺着痕迹展开追踪。然而那只是羊布下的虚假痕迹，追到一半就断了线索。鼠还在四处逃窜，躲避着蛇的追捕。猴子边对付成群的丧尸鸟，边和兔子周旋，安排蛇引开鼠，分散战力，仿佛所有人都是他所驱使的棋子。兔子的下刀位置，刀直达胃部，别人的肉体在他眼中似乎只是装宝石的容器，可其身手远远不如猴子。被一脚踹飞双刀之后，兔子捡起刀拔腿就跑，猴子自然不会放过对方，跟着追了上去。在打斗的过程中，他就注意到了，作为一名死灵法师，从操刀方式到对身体的把握程度，武术并非兔子的特长。这种人只要绕到背后就能被轻松制服。然而就在猴子纵身一跃，跳到兔子背后，打算将其制服之后再进行交涉时，兔子突然手腕一转，2把大刀径直插入了猴子的胸口。猴子怎么都没想到兔子能突然使出这么厉害的招式，而此时他才注意到不远处的树上放着蛇的人头。说到底，引走鼠的只是一具无头尸体，蛇真正的视线已经将他的所有动作看在眼里了。猴子倒地死亡，自此为止，12大战人数已经减半。观看直播的各国领导也到了下注的时候，主办方对剩下6人的战力重新做了排行，依次是牛、兔、虎、马、龙、鼠。大多数代表都将下注排在了靠前的选手身上，最后的龙和鼠完全不被看好。而排名第4的马虽然逃过了牛的剑术攻击，却因为失去战意躲进了一栋大楼的保险库，胜率渺茫。被杀的恐惧让马完全不敢出去面对其他选手，而如果一直躲在这里，就算不被杀也会毒发身亡。马在成为12大战的选手之前，是一名身手还算不错的特种兵。某次执行任务时遇上了全副武装的劲敌，而失败后，他开始了彻底的肉体改造，用药物锻炼全身肌肉，进行地狱般的严苛训练，最终了铜墙铁壁般的防御术。然而再度的改造只能作用于外在，他的内心依旧软弱不堪，寄希望于自己经过改造的细胞能够承受住毒素的入侵，完全没有勇气去面对失败。而就在此时，他听到其他人的声音，惊慌失措的起身，发现鼠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一旁的角落里，边打游戏边神色如常的和他探讨着平位的材质，让马不要紧张，自己只是在躲避蛇的追捕。要知道这座保险库是全封闭的，马完全不知道鼠是从哪里钻进来的。记得马也是赞成和平协议的一员，鼠顺便将猴子被杀的消息告诉了他。提倡和平的猴子被杀，和平提案也就此消失。接下来唯有你死我活的厮杀。鼠至今没搞懂和平代表的重要意义，停战交涉似乎是英雄的本分，先阻止对战再进行交流。但如果大家都像马一样进入防御状态，这个世界不就会停止运转吗？正因为有年轻和顽劣，这个世界才会日新月异。一切停滞不前的社会和被毁灭的社会没有区别，只知道防御而活着的马和死了也没有什么区别。一番话下来，搞得原本就慌张不已的马更加懵逼。游戏结束，蛇追上了耗子，鼠瞬间如鬼魅一般消失了。最后他忠告马赶紧走，为了追捕他，无头蛇已经找到这附近了。马无视了鼠的警告，继续蹲下来当缩头乌龟，只要一出去就会被牛杀死，没有比待在这里更安全的地方了。比起死亡，他更害怕的是失败，但鼠的话让他心烦意乱，动摇不已，窒息的感觉渐渐涌了上来，周围越来越热，烟雾也弥漫了起来。马很快意识到窒息不是感觉，而是氧气正在被火焰大量消耗。没找到鼠的蛇放火烧了整座大楼，马就这样因为窒息挣扎的死在了最安全的保险库里。